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 A 股下跌呢？这一轮下跌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就3点。第一，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大宗商品价格持续的飙升，欧美对于俄罗斯的金融制裁、能源禁令全面的出炉。那么这对经济有什么影响呢？就是你看到的全球能源价格、大宗商品的价格全面的暴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对我们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影响，就是使得整个企业生产成本飙升，商品价格飙升，老百姓买不起东西，企业生产的东西没人要，就会拖垮整个经济。那么这就是俄乌冲突全面制裁所带来的最本质的影响。而且呢，这个影响会使很多国家的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很可能使已经因为疫情冲击而疲弱不堪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那么大家对于未来全球经济的悲观呢，就直接体现在了全球的股市当中了。第二，对于我们 A 股来说说这次是真正受到了外围的冲击的影响，受到了全球经济的拖累。同时呢，刚刚结束的两会没有如市场所预期的传递出非常积极的政策的信号，所以没有给市场带来比较大的信心的支撑，这是很重要的因素。第三，从1月份到现在这么大级别的回撤，除了散户扮演的角色以外，机构之间也出现了踩踏。有些机构呢有平仓的要求为了止损不得不卖掉它的股票。那么对于一些量化机构来说，这样的下跌非常有可能触及它买卖的一个支撑位，系统集中做出抛出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那么以上3个原因呢，就是核心的导致最近这段时间整个 A 股出现崩盘的非常重要的核心原因。那么大盘在3200点这个位置，大家觉得是不是大底呢？我来给大家说2个数据。一个是大部分股票基金的回撤数据，最近呢1个季度很多大牌的不管是私募还是公募基金都达到了历史的最大回撤，而且是1个季度跌出了2018年一整年的最大回撤的数据，回撤在 25% 以上 30% 以上的大牌基金太多了。这些机构的名字我就不说了，都是大名鼎鼎的基金经理，这些人都是市场上最聪明的那帮人买的公司也都不差的。那么这样的一些基金都达到了市场的最大回撤，所以你知道吗？很多个股在短时间内是被腰斩的，而且还都是非常好的公司。第二个数据呢，就是新基金发行的数据在2月份一整个月，大家知道吗？新基金发行的份额是多少？134亿人民币。这个数据呢，在去年1月份的最高峰是多少？大家知道吗？6000亿人民币。6000亿和134亿募集量缩减了 98%， 几乎可以说现在的公募基金是没有募集量的，散户的情绪已经到了冰点。有多少人现在敢大胆的去抄底呢？你不敢吧？我想不只是不敢，也是因为兜里没钱。但是机构不一样，机构敢，机构有钱。现在一些股票多头策略的机构呢，如果账上有钱的话，我相信呢，他们会对自己研究的非常透彻的一些标的进行抄底的买入。虽然我也不知道最后真正整个市场的底在哪里，会不会马上迎来快速的反弹，需要等到3月份整个宏观局势的一些不确定性有一些明朗的结果之后才能去做预估。但是这个位置目前是一个不错的位置，其实没有多少下跌空间了，这个我可以非常有信心的告诉你。继续跌到2600点或者2700点你认为可能性大不大呢？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点位我个人认为就要看你手上有没有闲钱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钱，也千万不要慌。个股上呢，每个公司的情况不一样比较复杂。但是如果你持有的是一些优秀的基金经理的基金，或者说是一些大盘指数或者成长型行业的一些指数的这些朋友，一定要拿得住这个时间一定是最难熬的，但是如果你离场，大概率你会后悔的。好的，那么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是去是留，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我是李志，我们下期见。